全世界有22个地方被欧洲人取名为福尔摩沙，其中阿根廷还有一个省也叫福尔摩沙，面积是台湾岛的2倍大。但为什么在国际社会上，台湾叫福尔摩沙却如此有名？1896, the government of Portugal issued a set of exquisite coins in commemoration of the discovery of Formosa, Taiwan.原来这跟一位18世纪的法国诈骗集团有关。一位自称为乔治·萨马纳扎的法国人，在英国号称是福尔摩沙王族的后裔，只是被约束会的传教士绑架到了欧洲。萨马纳扎并在1704年在英国出版《日本天皇之属岛福尔摩沙的历史与地理的概述》，很快的在英国乃至欧洲的上层社会引起轰动。但你知我知，这其实都不是真的，是萨马纳扎和他的英国同伙一起编的骗局。这是个18世纪跨国诈骗集团的故事，联手让当时名不见经传的一座小岛福尔摩沙，也就是今天的台湾岛，突然变得有名起来。这一期我们来谈谈福尔摩沙与18世纪诈骗集团的故事。首先，萨马纳扎是哪位？这人完全是位不折不扣的法国白人，约莫出生于1679年。今天已难以考证他的真实姓名了，因为他往后都是以乔治·萨马纳扎的名字现身。就算后来他的谎言被戳破了，他还是继续使用这个名字。萨马纳扎的家庭应该不算太富裕，从小是在方济各会成立的教会学校念书，而这个方济各会在当时就是出了名的乐于提供穷人家小孩免费上学。即使家庭背景不甚优渥，但他在学校仍展现出突出的语言天赋。萨马纳扎能很流利的使用拉丁文与其他欧洲语言。事实上，萨马纳扎在1704年出版的那部书《福尔摩沙的历史与地理概述》，全文就是用拉丁文写的。所以令人好奇的是，为什么像他这样学习成绩特别好又有天赋的人，最终却成了骗子了呢？虽然萨马纳扎的语言能力特别强，不只会拉丁文，他的德文也是非常的溜，应该也是会荷兰文，但是他痛恨神学，所以无法忍受教会学校的制式生活。最终，他选择了辍学，回老家去。但有意思的是，大部分的人可能这时就寄封信回家要钱了，但萨马纳扎没有，他没跟家里要钱，可能是因为他的家庭实在太穷苦了。萨马纳扎冒充起了到罗马朝圣但穷苦的修士。由于他精通拉丁文，也学了不少神学知识，一路上遇到的人都愿意资助这样有理想的青年朝圣者。当时不知道出于什么缘故，他的父母没有住在一块，萨马纳扎先是回到了老妈家，发现没什么钱，也没什么机会，又辗转来到了德国老爸家。当然，一路上也都是自食其力的骗人，冒充年轻有为的朝圣者。但当他来到了德国老爸家后，萨马纳扎更绝望了，老爸的穷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时萨马纳扎才16岁，想想你我16岁在干嘛？萨马纳扎已经在外面假扮有学问却穷苦的修士好几年了。这时的他决定继续漂流，继续骗人。约莫也是在这时，萨马纳扎有了新的点子。如果博取其他人的同情这么有效，那就扮成更惨一点的角色好了。于是乎，他抛弃了原本的护照，伪造了一个新的身份，并跟沿途的人说自己是来自日本的基督徒。你可能会好奇，萨马纳扎为什么选日本？其实当时日本在欧洲的名声非常之臭。德川幕府上台以后，实行禁教政策，迫害大量的日本基督徒与欧洲传教士，残忍杀害了数百名基督徒。这在当时的欧洲引起轩然大波。教廷最终追认了42位在日本殉教的教徒为圣人。在这个社会脉络下，萨马纳扎觉得说自己是来自日本的改宗者，能引起更多人的同情，但结果是不太管用。最终吃不饱的萨马纳扎只好跑到荷兰从军去。但有意思的是，他自始至终都不愿意抛弃他编造的谎言故事，在军队里面继续跟同胞说自己是来自日本的基督徒。当时由于欧洲政治纷乱，英国与荷兰正在一起对抗法国和西班牙，所以英国在荷兰有大量的驻军。萨马纳扎怪异的行为引起了一名大英帝国军官的注意，他请萨马纳扎来到自己的军营中聊聊。在那里，萨马纳扎碰见了改变自己一生的人，也是他往后诈骗生涯的好伙伴。此人名为 Alexander Innes。这位 Innes 先生是英国军队的随军牧师。
英国国教徒。他之所以被那位军官叫来，是要让他检验萨姆拉扎是不是真的是日本改宗者。他们问了萨姆拉扎一系列的神学问题，萨姆拉扎显然很熟悉基督教的东西，所以全部都能答得上。但 Innis 觉得其中必然有诈。萨马拉扎是白人，当时欧洲已经有很多关于远东的文字记录了。Innis 对于此人的说法表示怀疑，但是 Innis 并没有当场戳破他，而是事后邀请他单独会面。当时萨马拉扎的谎言泡泡已经极其之大，不只说自己来自日本，还自创了一套语言，称为福尔摩沙语。Innis 知道他读得懂拉丁文，便拿罗马政治家西塞罗的一段话让萨马拉扎翻译。萨马拉扎如实的给出了翻译，但 Innis 借口说那段翻译丢了，请他再翻译一次。结果是两段翻译完全不吻合，这就让萨马拉扎露出了马脚。然而，揭穿谎言的 Innis 没有要萨马拉扎公开道歉，反而告诫他以后小心自己的言行。至此 ，Innis 成了萨马拉扎的诈骗顾问。他把萨马拉扎带回了英国，以日本天皇署名福尔摩沙王族后裔的身份踏上了英国。但为什么 Innis 要帮着年轻的萨马拉扎到英国骗人呢？原来这跟当时英国的宗教政治有关。16世纪初，英国的亨利8世宣布脱离罗马教廷，成立英格兰教会，也就是俗称的英国国教。到18世纪时，英国国教的信众仍然局限于英伦三岛，这对英王而言是很丢脸的事情，所以英格兰教会也一直希望能吸收多一点外邦人进来。Innis 牧师很了解英国上层对这件事情的需求，所以他选择不拆穿萨马拉扎，反而带着他游走于英国上层社会之间，炫耀他吸收了一位既是日本人又是福尔摩沙岛人的王族后裔，而且这人还是被天主教传教士绑架到欧洲的，然后投入了英格兰教会的怀抱。对英国国教来说，这故事美到难以置信，引起英国乃至整个欧洲精英的注意。当时欧洲也有许多中国通、亚洲通，他们已经知道原本的民中国的版图与台湾岛已被满洲人，当时他们称为鞑靼人控制了，所以这些亚洲通感到十分困惑，为什么这个自称福尔摩沙王族的家伙却宣称那座岛属于日本人呢？于是英国最高的学术机构皇家学会很快就邀请了萨马拉扎到会上访谈。当时曾任法王路易14御用数学家的天主教传教士洪若翰被康熙皇帝赶出了中国，他意兴阑珊地搭着英国商人的便船来到了英国，原本想再从英国回到法国，但是英国皇家学会的大佬知道洪若翰来到了英国，马上邀请他和萨马拉扎对峙，两人一见面马上开始对喷。虽然洪若翰曾到过中国，也清楚地知道清朝早已控制住台湾岛，但18世纪没有视频，没有网络，没有办法透过直接的证据反驳萨马拉扎的说法。另外一方面，萨马拉扎精心编织的谎言已经制成一个体系了，他甚至创造出了福尔摩沙文字，面对中国通洪若翰的质问，完全能对答如流。这恐怕是萨马拉扎和伊尼斯商讨出来的结果。我们来看一下这是萨马拉扎1704年出版的书中的一段，用萨马拉扎自创的福尔摩沙语翻译基督教的主导文。这一部分我是截取自台湾大块文化出版的《福尔摩沙变形记》。你可以注意到每一行词都有英文、福尔摩沙文，福尔摩沙文的发音与中文的意思。换言之，萨马拉扎的福尔摩沙文虽然是编造的，但不是瞎编的，而是有一定发音、文法规则的，所以才能念得出来。这是福尔摩沙文的字母表，最右边的原字母，最左边的则是中文读音，中间是罗马字母的拼用法和福尔摩沙文的书写法。虽然萨马拉扎挺聪明的，但应该还没有聪明到这个地步，能独自创立这套文字。事实上，据传伊尼斯另请一位语言专家和萨马拉扎一同完善这套文字系统。除此之外，这个诈骗集团编造的福尔摩沙谎言，其实也参考了当时欧洲最前沿的记录。例如，萨马拉扎的那本书就大量抄袭了日耳曼地理学家伯恩哈杜斯·瓦伦纽斯在1649年出版的《日本和暹罗王朝纪实》中关于日本的记载。所以，这个福尔摩沙谎言其实是一个高知识分子组成的跨国诈骗集团，而年轻又有语言才华的萨马拉扎就是他们骗人的工具。
最终，萨满拉扎的书在18世纪的英国成了畅销书，并被翻译成多国文字。伊尼斯牧师也因为规划了萨满拉扎有功，升官了，成了英国驻扎葡萄牙军队的总牧师。但萨满拉扎呢？他的书虽然畅销，但他总共就得了12英镑，可能绝大部分都给伊尼斯吃掉了。虽然萨满拉扎还想继续骗，但随着伊尼斯升迁到葡萄牙去，这个诈骗集团逐渐瓦解，因为太多中国通出来质疑萨满拉扎所描述的福尔摩沙了。除了自创文字以外，萨满拉扎还画了一份地图，我们来看一下。注意，这里有个地名被标记为大原，也就是今天希腊雅语转变出来的异邦人之地的意思，即今天台湾名称的由来。但我们能在这份地图上看到，东边又有一个巨大的岛被标记为福尔摩沙。换句话说，在萨满拉扎虚构的世界里，台湾岛和福尔摩沙并不是一座岛，而是2座不同的岛。17世纪初以来，随着荷兰人殖民台湾，欧洲人已经很清楚当时东亚海域的地理了，但那些地图与地理资讯在当时都是机密，在外流通不易，所以这个诈骗集团可能没法取得最新的地理。但对于皇家学会的知识分子来说，他们相对容易取得最新的地理信息，一比对就能知道萨满拉扎在湖边。对伊尼斯牧师而言，他就想透过这年轻人赚点快钱，升了官就拍拍屁股走人。但对萨满拉扎而言，他没意识到自己一旦参与了这个骗人计划，就得在异国他乡里独自支撑那很容易被戳破的谎言。萨满拉扎曾在书里说，福尔摩沙岛每年要向魔鬼祭祀，必须奉献18000名儿童献祭，还说福尔摩沙的贵族会吃人肉。这段话引起了欧洲知识分子对萨满拉扎强烈的同情。但是，当他的谎言逐渐被揭穿以后，同样一批人便开始转而对他冷嘲热讽。1711年，一则广告提到了一部食人肉的希腊歌剧即将在伦敦上映，看似普通的广告词，但最后却补了一句话，说食人肉的一幕将由来自福尔摩沙的萨满拉扎先生演出。这嘲讽可能是压垮这位法国年轻人的最后一根稻草。最终，他在嘲笑声中离开了伦敦，虽然还是尝试继续骗人为生。但萨满拉扎发现此举已难执行，于是他决定金盆洗手。后来，他很幸运地加入了出版行业，他的语言天赋也得到了发挥，从事希伯来文与拉丁文的翻译工作。后来还参与了地理学与世界史的撰写工作。在那部世界史书中，萨满拉扎被分配到讲东亚的地理与历史。当他提到中国福建省的地理状况时，萨满拉扎花了80%的篇幅在讲澎湖岛和福尔摩沙台湾，只有20%在讲福建其他城市，这是很不成比例的情况。当时作为福建省一部分的台湾岛，面积甚至不到福建省的1/3，但是得到的篇幅却是福建的4倍之多。这是欧洲人认识台湾的起点，从一位可怜的骗子开始。但话又说回来，萨满拉扎只是准确地知道了欧洲上层的虚荣心罢了。在当时白人精英眼里，东方无非就是专制、恐怖、血腥，需要被拯救的。萨满拉扎只是把他们不敢讲出来的幻想，透过精致的谎言故事表达了出来，满足欧洲上层社会的虚荣心与好奇。这些对于东方社会的幻想，虽然几经批判，依然存在欧美及其主流媒体统治的盟邦的幻想之中，直到21世纪的今天依然如此。